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这一周你们有没有反复的听闻道次第的止观章或者全广啊？如果有，那真要随喜大家，然后如果没有，就是要再努力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往下学，请大家翻开广论，有记住多少页吧？343页，然后倒数第5行。然后之前我们学了修辞中篇，然后也了解深密经，还有三摩地王经。今天我们再往下学，然后请大家看原文。看菩萨藏经义云：若未闻此菩萨藏法门，亦未听闻圣法毗奈耶，为三摩地而得喜足，为我慢转堕增上慢，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及诸衰恼，不能解脱六道轮回，亦复不能解脱苦运。如来于此密意说云：从他听闻随顺，解脱老死。说菩萨藏经也说，凡是没有听闻菩萨藏的大乘法门，没有听过圣法毗奈耶，请问圣法毗奈耶是什么呀？八首尊者在四家合注里解释为说是三藏，律藏呢是含摄在三藏中，是三藏的根本，所以这里没有直接的提到三藏，而是直接提到呢毗奈耶，以此呢代表三藏。说没有听闻过菩萨藏的大乘法门，然后没有听闻圣法毗奈耶，认为呢，注意，认为只要三摩地就够了。如果怀着这样的念头的话呢，由于我慢而堕入增上慢，然后不能从生老病死愁叹、悲愁哀叹、痛苦忧恼，还有心意扰乱中解脱，不能从六道轮回中解脱，也不能从苦运中解脱。基于这样的用意呢，如来开示说，从他听闻随顺，解脱老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八首尊者解释说，这个他是指善知识，就是要从他听闻呢，就是从善知识听闻。那么听闻什么呢？注意，听闻随顺，随顺什么呀？听闻随顺解脱的教授。听闻了之后呢，才能从老死中解脱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要从老死中解脱的话，一定要亲近善知识，听闻三藏中随顺解脱的教授，不能认为只要修定就够了。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菩萨藏经的这段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是不是在讲一个广文的问题呢？说如果没有广文的话，就是没有学习菩萨藏，然后没有学习菩萨的三藏的法，就说有一些人他就只学了一些奢摩他，只接触了一点点，然后就觉得，注意，就觉得足够了，认为这可能就是会从此智慧如海，然后呢升起了傲慢的心，这样呢是无法脱离六道轮回的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，就是说我也听很多人讲过，然后认为说禅定包罗万象，只要一打坐，然后智慧就会自然就开了，然后好像没有
亲近善知识听闻，没有把听闻教典这件事看得有多么重要。然后但是呢，我们也没有清晰的检查到说自己有升起傲慢的心，因为我们会认为说只要修定就可以了，这样的心是傲慢的心吗？我们认为说只要修定好像就可以智慧如海，甚至就可以解脱老死了。其实呢，这真是蛮麻烦的一个见解。然后升起了傲慢的心之后，无法脱离六道轮回，那就跟最初我们去想要学三摩地的初衷是相违背的。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如来于此密意说云呢，就说要从亲近善知识，听闻三藏，然后善巧三藏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呢如何修持止观，然后乃至说了解很多法，然后来修炼，正确的修炼止观，我们才能脱离轮回的大海。我们可以就是说思考一下菩萨藏经，然后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，然后也可以再想说，未闻此菩萨藏法门，没有听闻圣法毗那耶，然后就会得喜足吗？因为那就是说，如果修定的话呢，大家都知道非常容易，就是说为我们的身心带来一种很稳定的、很平静的，然后这样的一个喜悦。这样的一个喜悦的状态呢，就是有的时候会令人裹足不前，而且有的时候会令人迷恋其中，会认为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修行的成就，就心静如水啊。而心静如水的话呢，是不是也没有悲心了呢？那么对于毗婆舍那，对于空性也没有什么希求和探索的心了呢？对亲近善知识也没有什么欲乐，就只愿意天天修定的话，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，就只对此有兴趣，而得喜足后，唯我慢转，堕增上慢。这里边的唯我慢转就是没办法对治我慢，它随着我慢转，因为不认识，不知道我慢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升起了我慢，所以就只能随着我慢转，而且会继续加深堕入更深了，增上慢。就是可能是随着打坐的经验的加深，随着修订的不同的体会，然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证悟的经验越来越了得？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明白的老师指导，然后自己也没有去听闻教典的话，然后同行中也没有人根据教典可能跟自己探讨一下，就可能会误判自己修订所产生的种种境界可能就是真实的正德，或者说甚至说会把这个修禅定误以为是真空性了，以前都讲过。所以这里边说由我慢转堕增上慢，不能解脱生老病死、愁叹苦忧还有衰老，后面不能解脱六道轮回，一步不能解脱苦运。那么就说我们就是有一些新的同学没有听过前面的道次第，或者开始听就会知道说哦，如果不听闻菩萨藏法，还有没有听闻圣法毗那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然后佛陀就告诉我们说，应该亲近善知识，听闻这些法藏，才能够解脱老死，这是一个办法。那么就是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呢，也是要从这儿改进开始。总之呢，如果我们想要解脱生老病死愁忧慨叹这一些问题，解脱六道轮回的话，一定要亲近善知识，听闻随顺，解脱的妙法才行。这是佛陀对我们的谆谆的教诲。我们再往下看原文，说修持中边呢，修持中边中引了解深密经、三摩地王经、菩萨藏经，然后说明一定要修毗婆舍那，才能从轮回中解脱出来，才能断除烦恼的种子，然后彻底的呢解脱生老病死。那么接着往下看原文，说故欲断诸障发净智者，应依奢摩他而修妙慧。
说因此呢，由于希望断除一切盖障而发起清净智，所以应当安住于呢奢摩他而修持智慧。这里边的清净智慧呢，就是指一切智智，断除一切盖障，断除烦恼障与所知障，就能获得一切智智。我再问一遍，一切智智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够获得一切智智呢？因为有两个障逼住，阻挡着我们，就是什么？烦恼障和所知障。断除了烦恼障和所知障呢，就能够获得一切智智。那么我们如果想要获得清净智慧，想要获得一切智智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就应依奢摩他而修妙慧。所以应当安住于奢摩他，然后在奢摩他的基础上，我们要修持智慧。注意我再说，不是说为三摩地而生喜足，不是只修三摩地，而是要在奢摩他的基础上，我们有向上更深的欲求，更迫切的愿望。这个愿望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修持智慧，要得到清净的智慧，甚至呢要得到一切智智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才要修三摩地，不是只要三摩地。所以这一段文字呢，经典上这段文字也告诉我们说，修三摩地的目的，它的初衷是要获得清净的智慧，不是仅仅要摆脱现世的烦恼。虽然修三摩地可以足以让我们摆脱现世的很多困扰，但它的伟大的作用远不止于此。所以说，我们藉借着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哇，修三摩地原来好像一扇大门一样，在我们眼前开场这个成佛之路。一路呢，都要在三摩地的基础上呢，然后希求清净的智慧。这是一个修行者能对自他的生命给予的一个最深刻的回馈，也可以说最深刻的一个抚慰。如果以这样的殊胜的一个目标来修三摩地的话，那三摩地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太多太多的喜悦了。所以从乐去生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